只是吧，你也知道，女人在飞蛾扑火的时候，往往就会失去理智，做出一些自己都会觉得莫名其妙的事情。但一旦冷静下来之后呢，我相信她一定可以做出最正确的选择。没事没事。你是说你自己啊，还是说赵文文？把急救箱给我拿来。1个小时以前，你给我汇报的是全部吗？绝对，绝对是全部，所有细节都没有落下。劝他把酒戒了。这，只能要易总自己命令他了。易总，急救箱来了，急救箱来了！你怎么了？啊，你没事吧？给，有哪个？有点凉啊。师姐，你手怎么了呀？哎呀，这就是你的不对了。你这犯了错误，你也犯不着摧残自己的手吧？易总，张凯在上班的时候，他看热血漫画。喂，我是在关心你，当着易总面你打我小报告。还好，骨头没什么事儿。漫画出到多少回了？报告易总，出到278回了。哦，对了，易总，刚才外头送来一个信封，说让您亲自拆。我检查了一下，应该是硬纸片吧，没有什么安全问题。我竟然看到有一个人在偷拍赵文文和李亨利，全身黑色，黑帽子、黑衣服、黑鞋子，穿得跟个黑衣侠一样。果然拍的是赵文文啊！谁呀？一个穿着全身黑色的人，还戴着棒球帽，那天就在咖啡馆门口就逮着赵文文拍。你都看见他拍了，你不抓他回来？那天我的注意力全都放在他晕倒的事情上了，我马上就送他去医院了，没顾得上。你觉得这是谁干的？这还用猜吗？明天就是格兰城配套设备的定夺会了，这个节骨眼上送这种东西来，很明显是在威胁咱们呀。所以施一清东想利用赵文文的事儿，在格兰城项目上反将一军。如果是真的，那专家评委会不会已经被他们打点过了？那还用说吗？可是这样的话，对你们的努力实在是太不公平了。你不会妥协的，对吧？这些照片，我们3个谁也没见过，千万别告诉文文。知道了。宋院长对小叶这么喜欢，夸他夸得没边儿了。你没听说吗？啊，小叶是宋院长的准女婿，哦，城建院未来的接班人。说是设计部优秀青年设计师，哼，好听吧？哦，这样啊。我说呢，看来这个小叶啊并不简单。宋院长对他的女儿那是没话说的，先搞定他女儿，然后呢搞定宋院长，这样呢就可以背靠大树，平步青云呢。听说他格兰城方案没通过的事儿，也让宋院长给压下来了。哦，看来这小子也没啥本事，哈，徒有虚名，只会抱大腿。他抱谁的大腿呢？宋院长的女儿那可是有名的大美人儿，便宜都让他给占尽了。明白了。哎，嘉诚，
你怎么出来了？是不是来接我的？我不想进去了。怎么了？结束了？没有，宋教授还在里面，你进去吧。嘉诚，我知道你在医贸输了很不开心，不过这又不是什么大事，别太在意嘛。那你觉得什么才是大事？里面的饭局对你来说才是至关重要的大事，这关乎你未来的发展。好了，我们进去了，别让叔叔他们等太久。走，走。别想了，嘉诚，有得必有失，我觉得这也是好事啊。刚好你可以跟我踏踏实实准备英国的设计大赛。再说了，院里的设计项目那么多，你想做哪个，我让爸爸推荐你做不就好了？不就输了一个配套建筑的设计吗？没什么大不了的。我出去透透气，你先进去吧。哎，嘉诚，易总，我想跟你谈谈。师姐，我知道你要说什么。那你为什么还要纵容这样的不公平发生呢？谁呀？叶嘉诚啊？傻子都能看出来，这件事情根本不是在设计上出现问题，而是你们这些大老板根本就理解不了作为一个设计师的心血，还有他专注在这件事情上面的精力和时间，包括激情。我们这种大老板，我真没想到，你也是不在乎的。师姐，这我们跟设计院合作是有正规合同的，他工作，我们付酬劳，咱们又不是没给钱，你替他着什么急啊？这不是钱的问题。OK， 这不是钱的问题，也不是设计的问题，那你还有什么问题吗？我为什么要在乎呢？我们这种大老板，为什么要在乎一个建筑师的挫败感？师姐，如果你再因为情感，或者说因为你的冲动影响到了工作的话，即便是赵文文给你说情，对不起，他不做人。原来二位都认识啊！啊，都是常客。吃好了，我送你们水果啊，慢慢吃，有需要叫我啊。谢谢老板。好。那张合成的婚纱照，不是我。我知道。还有今天医贸的那个结果，也不是你。我也知道。我知道应该是我的台词，你怎么知道才应该是你的台词？快趁热吃吧。你宁愿是因为设计的不够好而失败，对吗？对啊，不够好或是不对，我可以不断的去修改或去完善它。我觉得你只是想做一个单纯的建筑师。但就现在这种情况继续发展下去，恐怕不行。其实不难。你不了解情况。
我不了解不重要，但是比起你的理想和你想成为的人，那些更重要，不是吗？我看过你的研究生毕业论文，那些你自己写的内容还记得吗？过去这么久了，你最初的理念，总有一天一定会实现，相信我。马上到了，不要睁开眼睛哦。还没到啊？到了，准备放手了。嗯。3、2、1。哇，怎么样？这是……那我是……我工作室的运营总监。恭喜李嘉诚，终于达成了愿望。现在不是还有你吗？是我们2个人的愿望。只要你不放弃。他们就这么把格兰城的项目拱手相让了吗？评选结果都已经出来了，易总就这么轻易的答应了，他连反驳都不反驳，争取都不争取一下。我知道你有情绪，我也有情绪。你知道叶嘉诚对待这个设计有多么的用心，多么的努力吗？这个结果根本就对他不公平，太让人寒心了。对，是太让人寒心了。可是鬼知道那个易钦东花了多少钱把那个英国王子给忽悠过来，又花了多少钱摆平那些所谓的什么什么专家评委。所以我们问题就在这儿，真正住在格兰城的是每一个业主，那我们凭什么要去听那些所谓的专家的意见，而不听听业主的意见呢？如果我是这个业主，我当然也希望我可以对我生活居住的小区的环境设施有我的发言权和选择权啊。你说的都没错，可是我天真的师姐，你站在开发商的角度想想，哪个开发商会自找麻烦去问业主的意见呢？业主众口难调。那为什么我们易贸不可以呢？如果别人做不到的事情，我们易贸做到了，对我们来说也是一个非常好的宣传点啊，而且对我们的2期发展有很好的广告效果。你的意思是？我的意思就是，让格兰城的每个住户对待叶嘉诚和查尔斯的设计再重新做选择，重新投票，为叶嘉诚再争取第2次机会。就这么决定了。小杨，帮我调出格兰城所有业主的资料，人名、电话、地址，通通打印出来。全部业主吗？一共多少户？哦，我看一下，一共1207户。打吧。谢谢。哎，你真打算这么办？要不，咱们先请示一下易总。不行，现在要是告诉他的话，我担心他会拦下来。这是我们唯一的机会。哎，你这可是先斩后奏啊！你放心，这件事情是我自己要做的。真要是万一办不下来，易总怪罪下来呢，我也不会连累你的。说什么呢？我是这么不讲义气的人吗？再说了，我早就看那个易钦东不爽了。凡是跟他对着干的事儿，一定得带上我。就按照你说的办，我在易贸帮你盯着。有你撑腰，我就不怕了。不用怕嘛，大不了咱们就一起被开除嘛。哎，加油！你的意思是一户一户的去找那些业主们投票啊？对啊，因为我相信业主他们一定会有自己的眼光，而且你的设计都是在真正为他们考虑，所以我相信他们会有这样的判断力。可是业主们有1000多户，我们这样一户一户的去找他们，会不会太不现实？没有试过怎么知道不现实呢？再说1000户算什么？就算是1万户也得去试一下。我相信只要我们有耐心，没有什么是做不来的，辛苦一点不算什么。你对我这么有信心啊？哪怕只有1%的希望，我也愿意去为你尝试，
而且我对你的设计非常有信心。你该不会是不敢接受业主的考验吧？你不必故意激我，你知道的，我为了设计可以做出任何事情。疯狂起来，比你要疯狂。你知道吗？你现在的样子非常像未来的叶嘉诚哦。未来，那是我跟未来的一个秘密，一个关于时间的秘密。我知道，你对这次比赛的结果一直耿耿于怀，可你真的不必特意为我做这些的。我不是为了你，我是为了你的设计和你的作品。因为如果真正的好作品、认真的想法被白白浪费掉，那才是最令人失望的事。好，我去准备一下。昨晚在嘉兴小吃铺，是我认识嘉诚以来第一次看到他那么失落、那么沮丧的样子。没有想到嘉诚也有这么无助、迷茫的时候。我很希望我能够给到他一点鼓励，一点支持，早日变回我熟悉的那个嘉诚。喂，你好，刘先生，我是格兰城项目的负责人，我们想针对格兰城的配套设计方案，来征求一下您的意见和想法，所以请您给我一个邮箱地址，我们把设计方案发给您。好，谢谢，再见。我把格兰城小区的设计报告做了一个简约的 PPT， 这样让业主们能更明白我们在说什么。我已经约好了一些业主的时间，我现在打算去见他们。我跟你一起。可是你设计院今天不用上班吗？还是不要耽误你工作了。放心吧，我已经请好假了，总不能让你一个人孤军奋战。但这可不是1-2天的事儿哦，你请这么久的假，对你会不会影响不好？我从上班第一天开始到现在，1天病假没有请过。放任这么多病假不用，什么时候用啊？别可视了，走吧。这就是我们中央配套项目设施的一个设计案，如果您同意的话，请在这边打勾。谢谢。谁啊？你们是？你好。不好意思打扰一下，我想请您对格兰城中央配套项目设施的。你好，请问能做个调查吗？不好意思打扰一下。我没时间。来了，今天2位一起来的。是啊。想吃点什么？醉鸡、小笼包、蛋花蔬菜粥。哎呦，这不知道的还真以为2位是一对儿呢，连吃的都那么一致啊！稍等啊。对了，我们现在总共收到600多封邮件，400多封是那些业主当面投票的，还有100多封是没有投票的。现在我看了一下，所有的投票呢是683票比321票，所以你比查尔斯整整高出了362票，完胜。我还以为可以全局压倒性的通过呢。你没有办法满足所有人的喜好的嘛，坚持自己的想法才是最重要的。然后查尔斯这边呢，我明天还会再去找他们谈一谈，说不定听完阐述之后，他们会改变意见也不一定啊。所以我们从明天开始兵分2路，你呢继续按照原计划去找业主，我呢就去攻克对方的阵营。你还说我贪心啊？你现在看看你自己。我是想锁定胜局嘛。来了，小笼包来了。谢谢你啊。慢吃啊。谢谢。麻烦了。我感觉这小笼包要是再晚来一点啊，我连这个都能吃下去。未来，我与嘉诚的婚姻中，我一直是那个被保护的人，从来没有替他烦恼过任何事。现在能够跟他一起并肩奋战，是一种特别不一样的体验。能够为他分担哪怕一点点的烦恼与忧愁，
我都很满足。我越来越有信心，嘉诚或许可以第二次爱上我。我们终于做到了这些原本以为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其实用不用我的设计我已经无所谓了，有这么多人都能够支持我的想法，我很开心。我们已经尽了最大的努力，剩下的就交给命运吧。感谢命运和时间的安排，让我和嘉诚有了这么一段亲密无间、同心协力的时光。虽然他可能无法走向我熟悉的那个未来，但现在的我已充满感恩。易总，这是什么？这是关于格兰城配套设计的调查。这件事不已经过去了吗？你怎么还在纠结这个问题啊？最近你是怎么回事啊？怎么总是找不着你人呢？张凯跟我说，你们家里出了事，你要请假，是阿姨身体上……对不起，易总，在请假这件事情上面，我向您撒了谎。但是你千万不要去怪张凯，因为是我要求他帮我瞒着你的。为什么要说谎呢？你听我把话说完，等我说完之后，您看看再怎么处置，我都听您的安排。你说。易总，这些文件夹都是针对格兰城一期1207户用户对待格兰城配套设施方案进行的投票结果。其中叶嘉诚呢是获得了835票，查尔斯他获得了372票，所以叶嘉诚比查尔斯整整高出了400多票。这些调查都是真实有效的，我都全部认真核查过。所以我觉得易总在格兰城的配套设施这件事情上面，我觉得如果只是单纯的去听取专家的意见，会有失公允。毕竟格兰城的业主他们才是真正的使用者，所以他们的意见才是最重要、最有意义的，不是吗？虽然这个结果未必能影响最终的决策，但起码我们向业主传递了易贸是尊重业主的，而且是会为了业主切身利益去考虑。当然，这无形中也是为公司做了一次有价值的宣传。所以这些就是我最近做的所有的事情，也是我请假的全部原因。说完了。那你在做这件事情之前，为什么不来请示我呢？好，我来替你回答。你担心我会因为赵文文的事情对于易勤东妥协，你担心我会阻止你做这件事情。那好，我就想问你了，你做这件事情的真实目的是什么？如果我在你心里头只是一个只关心自己利益的人，你还指望
我有什么作为呢？我除了把所有的事情向您汇报之外，我也别无选择。但利益之间，我相信易总一定会有明智的选择。你知不知道你这么做，我很有可能开除你？知道。哦。你对叶嘉诚果然是很关心。可是，他马上就要和宋小晶结婚了，难道你不知道吗？我当然知道，但我做这些从来不是为了让叶嘉诚感激我，我也从来没有想过要他来回报我。所以，无论他结不结婚，不管怎样，我都会这么去做。你出去吧。可是现在这件事情还没有结果。大家好，非常高兴，大家今天来到格兰城，和我们一起参与格兰城中央配套设施的启动仪式。关于这次设计，我们易贸是用心的，我们聘请了多位设计师一起出谋划策。尤其是我们易钦东易总，那真的是煞费苦心呐。他所聘请的设计师所带来的设计，那是前所未有、超乎想象的，而且还交代给我一个特别的任务，让我给这个项目取一个好名字。大家告诉我，什么叫做好名字呢？我到现在为止，我这心里头一直忐忑不安，我不知道待会儿能否达到易总的期许。现在，大家和我一起，有请易钦东易总上台，和我一起揭晓今天的主角。它就是阿尔法中心。阿尔法这个希腊字母，在数学当中的含义是未知数。它就像是一本优秀的推理小说，大家对它充满了好奇和猜测，可是到最终无法猜中它的结局。叶总，您对我起的这个名字是否满意呢？易总今天带来的阿尔法中心有3项革命：建筑设计的革命、人居互动体验的革命、设计方案最终评审机制的革命。尤其是这第3项革命，那可以说在中国地产界是前无古人的。阿尔法中心最终的设计是由2套方案选择出来的，其中一套来自英国的设计师查尔斯，另外一套来自中国的设计师叶嘉诚。本着对每一位业主负责的态度，易钦东易总开创性的将最终评审权给了谁呢？给了格兰城1期1207户的业主。最终，中国的设计师叶嘉诚以835票的绝对优势取得了胜利，而且我们易钦东易总得到了每一位
业主的高度认可。每一个格兰城的业主不仅仅是格兰城的使用者，更是格兰城的设计者。大家一起共同创造了美好家园。这让记者才放心。是。下面有请我们的记者朋友们，想问什么就问什么。哎，易总，易总，请问这个评选机制是您选出来的吗？哎，是啊，易总，说一下吧，说一下吧。易总，哎，易总，您还有什么想对格兰城业主说的吗？哎，是啊，哎，跟我们说一下吧，易总，说两句吧，说两句，好，易总，哎。易总，今天实在是太感谢你了，你真的太给力了，我实在是没有想到您竟然会先斩后奏，真的谢谢易总的帮忙，我以为你都已经放弃了。我很想知道，我在你心里边我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你真的以为我会对你们的努力漠不关心、无动于衷？你觉得我会容忍那样的设计出现在格兰城吗？难道我只知道利益二字？之前是我误会您了，我要向您道歉。怎么道歉？除了对不起，还能怎么道歉？这么廉价的歉意，我不接受。那我应该怎么做呢？还没想好，先欠着吧。道歉还能打欠条？在商场当中，宁愿欠别人钱，不要欠别人人情。而我这个人做事情就特别喜欢别人欠着我的人情。记住，今天你已经欠了我一个人情，将来可能会越欠越多，你还不起。我这个人记忆力特别好，我都会记住。哦。还有事情吗？易总，我知道您今天跟我说这些，是为了要教会我，让我学会做任何事情一定要懂得方式方法。所以我现在知道了。还有就是，我从来都没有认为你是那样的人，从来都没有。我要说的说完了，谢谢易总帮忙。易佩，你跟我玩这手是吧？这话从何说起啊？今天您太风光了，我给您邀请来最好的记者、最好的摄影师、最好的宣传。明天地产财经新闻，您一定上头条，应该高兴才对啊！你跟我玩阴的，啊？狸猫换太子。我告诉你，别怪我对你不客气，回你，分分钟的事情。您说的是文文的事儿吧？照片拍得不错，这事儿舅舅您不应该操心，我会找时间跟外公套老人家说。不过您得搞清楚，是谁最期待易家和赵家联姻成功的，您心里得有个数。我能让你顺利结婚，也能让你这个婚结不成，你信不信？吴木子3岁的时候，跟他母亲吴以欣移居到伦敦。现在这孩子就读于沃顿小学1年级，钢琴弹得不错，数学成绩不太好，平均成绩 B 减。舅舅，这孩子的数学是不是随了您啊？你他妈查我！你关心我，
那我也得好好关心关心你。不过舅舅，这孩子太小，他需要父爱和一个健全的家庭，你就这么把人家母子扔到英国，于心何忍呢？家常，祝贺你，耶！不是祝贺我，是祝贺我们。如果没有你的坚持，这个作品根本不可能问世。从嘉诚嘴中听到“我们”2个字，我心里甜蜜极了，好想时间就此凝固在这1秒钟。干杯！不要变。耶！喂。喂，是石简吗？啊，我是石简，请问你哪位？管好你自己的事，别多管闲事，否则小心你的安全。怎么了？谁啊？不知道。你怎么脸色这么难看啊？他让我别多管闲事，要不然小心自己的安全。走吧，我们现在去报警。不要去报警了，说不定人家只是恶作剧呢。你觉得这是恶作剧？这是赤裸裸的威胁。你能不能考虑一下自己的处境？别去管那些乱七八糟的事情了。说不定他们只是吓唬吓唬我，也不会对我怎么样。我只是个小人物而已嘛。不是，你说他们到底是谁啊？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呢，有可能是想阻挠你设计方案的那一拨人。你的意思是？我也想不出来第2个人了。您好，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机。喂，张凯。喂，石简，你让我查的那个车牌我已经查到了。车主姓吴，叫吴玉新。所以这车跟易清都没有关系？没有关系。关系大着呢。这个吴雨欣以前是易钦东的秘书，不过现在离职不干了。我觉得他俩关系肯定不简单。你的意思是？哎呦，你是不是傻呀？你说一个月薪5、6千的秘书，能那么轻松开上豪车吗？所以这台车是易清东给他买的？肯定是他买的。不过你查这车干什么呀？我现在还不太确定，等我确定之后告诉你。先这样，拜拜。喂，是我，李亨利。你现在有时间吗？我想跟你聊聊赵文文的事。
江主任，知道您跟嫂子常吃海鲜，所以没点，特意准备了一些山珍野味，来，您尝尝。哎呦，易总有心了。江主任，哎呀，我只是呢带夫人出来走一走，没想到易总这么客气，搞得我这边有点过意不去呀。啊，是。您跟嫂子到这儿来，本来我们就应该尽地主之谊，大家都是朋友嘛。再说了，我有一个不情之请，希望您帮我介绍一下青林的情况，毕竟您轻车熟路。放心，好说，好说。嘉诚，这个是我帮你定制的西装，我之前还担心啊，下周我们拍婚纱照赶不上，还好做出来了。你穿上一定特别帅，闭着眼睛都能想象得到。小静，婚纱照能不能先不拍？为什么呀？你知不知道这个摄影师很难约的？我好不容易才约的，我们绝对不能改时间，任何事情都没有我们拍婚纱照重要，好吗？我不是改时间，那你什么意思啊？我想我们两个都静一静，让我们想好了再做决定。你还要想什么呀？嘉诚，你不会是不想结婚了吧？小静，你就不觉得我们两个之间有问题吗？我们有什么问题啊？好，我知道你最近压力大，可是现在格兰城的项目不是都回到你手上了吗？你还担心什么呢？这些跟工作无关。那跟什么有关啊，嘉诚？李亨利上的那辆车就是易清东的车，他约我见面，我会当面问个清楚。李亨利，李亨利，李亨利。叶嘉诚，你能不能把话先跟我说清楚？你稍微等我一下。您好，您所拨打的电话。果然又是这个师姐，你明明知道她心术不正，就是来破坏我们关系的，你为什么要跟她不清不楚的？小静，照片那件事情不是他弄的。不是他弄的，谁弄的？我弄的吗？我以为说是你弄的呀，我就是觉得这些不是他能做出来的事儿。叶嘉诚，你到底是相信他还是相信我？
问你，你是不是因为石简才不结婚的？这跟石简有什么关系啊？这是我们两个之间的事情。我们两个有什么事情？我们俩之前好好的，自从他出现之后，我们俩就天天吵架。如果不是他，我们俩早结婚了。好了，你把手机给我。我不给。我告诉你，如果今天你不把话说清楚，这手机你绝对别想要。宋小晶。别躲了，出来吧。喂，一总，一总，你听得见吗？快来救我！你在哪儿？我在之前去过的那个剧场。你先别慌，我马上过来。江哥，临时遇到点事儿，我得赶紧去处理一下。改天我再给您和嫂子请罪。出来呀！别躲了，这儿你是出不去的，躲哪儿都没用。救我！魔力剧场，快！哎，你去哪儿？我不准你走。小晶，时间可能有生命危险，我回来再跟你解释。你不用骗我，我不相信你，你哪儿都不能去。你让开，我求你了。我不让开。你让开！叶嘉诚，你给我听清楚了，如果你今天从这个门走了，你就再也别想回来。我和时间，你必须选一个。